Before the show starts, please turn on CC subtitles. 手作森林陪伴你的手作日常，欢迎来到森林小秘境。啾啾啾啾啾，喵！你知道吗？我们刚刚就跟来宾讲说，你等一下，我们录一个开场白之后，要学一个动物叫哦。他整个大惊他想说，天哪，原来这个 podcast 最令人紧张的部分就是要学动物叫的这个部分。先给大家一个就是良好的示范，记得大家以后如果来受访的时候啊，先在家里想好，就是对特殊动物也可以。对对对，你就是学一个森林里的声音。如果你要学一个芬多精的声音，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刚才就是学芬多精啊，这样。我这样随便说，你要接这个梗就对了。好啦，我们今天就是非常开心吼，又邀请到了好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是我们的职人谈心事的一个小系列哦。今天来了一个新的来宾，然后因为我也对他很好奇，所以请他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还有品牌。Hello， 大家好，我是手手做事的主理人永莲。那我是在2019年创立我的手作品牌，然后主要以猫咪和植物为灵感，用手工刺绣设计各式商品，就从一些小东西，像是发夹、别针啊，或是吊饰之类小东西，到比较日常生活中会用的布包类，都有就是设计制作这样子，就是很广泛欸。对对对，就都有制作，只要是布类的，然后平常就是参加一些桃园为主的市集，因为我自己是桃园人哦，对，所以我都跑桃园的市集，然后贩售自己的作品为主。那现在在台北的师大附近有一家寄卖店叫草北向阳，也有在那边寄卖我的商品。对，那你现在这个刺绣的这个事业啊，算事业的后，是你全职在做经营的吗？还是说你是兼职的身份？大概从前年开始就转为全职经营了。所以你是觉得规模好像差不多了，收入稳定了之后，才开始决定做全职经营吗？对，就是稍微比较稳定之后，然后可能一些事情的安排上自己也觉得比较熟悉，比较 OK 了，就觉得好像可以就是全职试试看。然后那个收入也是可以有办法养活自己的，可以维持你的生计，就对。那你在这转全职之前啊，你是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一边这样子跑市集啊，然后一边做工作的。我的毕业的第一份工作是电商的美编行政。电商的美编行政，对。然后因为算是电商公司，但是部门其实只有主管跟我。对，所以就是我就是包山包海哦，所以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小编，不是美编是小编，小编就是什么事都要做，美编行政、行销，然后主管助理，什么都要会这样子。所以你从毕业开始就在那里工作了，在那边做了快1年之后就离职了。然后就做这个吗？就做这个，然后离职之后就有先试着看看百事集。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兼职，因为刚开始说实在的，那个收入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那你通常都是下班以后做？那时候是这样，对，或是假日的时候，因为我也不太出门啦，放假就是待在房间。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作品，我真的觉得这样真的很难出门，没有办法出门。对啊，你是就是什么科系毕业的因为你是做美编嘛，一开始，所以你是做平面设计嘛，念平面设计。我高中是念广告设计。对，然后大学是念商品设计，所以你并不是做裁缝出来的人，完全不是。但是我从小开始，可能受妈妈影响，因为妈妈从小就是来了，家族来了 ，DNA 出现了 DNA。我妈妈也是自己会编毛线啊，或者自己做衣服啊。然后小时候就带我们去逛一些手作材料行，然后就耳濡目染，自己也比较有兴趣。你知道，大家如果有乖乖听我们前面的 podcast， 就会知道说。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家族 DNA 的流传，那个血是真的抽不干净，血真的是留在里面呢，没有办法真的。然后其实也学过很多，各式各样都学过，毛线编织，什么羊毛毡，都是你自学的。没有，有些是去外面上课。小学的时候，妈妈会带我去外面上课。小学就可以上课，对，就上那种兴趣班的感觉。然后都学，可是可能就是前面玩得很开心，后面就3分钟热度，然后就。渐渐的就没有做了这样，然后一直学新的，一直学新的，一直学新的，一直学新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只有刺绣，我就一直很有兴趣，一直坚持，然后一直就是想办法自己去学啊，各种尝试之后找到这个让你觉得最开心的。对，就发现刺绣我做不腻。
对，刺绣没有让我3分钟热度就放弃。做不腻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很感人。对啊，像我们 Niki 就是可以拼布车12个小时，一整天都不停工、就是要做不腻啦。对，真的是做不腻才会开心。然后就是平常逛街啊，然后比如说逛书局好了，看的一定都是刺绣相关的书。哇，所以你刺绣也是自学的，算是自学的，是自学的。那你都用什么方法，就是来吸收这些新的资讯呢？最开始我记得我第一个学的刺绣是小学的时候，就跟我妈妈去手作材料行嘛，然后手作材料行有卖一个材料包，然后是十字绣的，是材料包哦。对，可是那时候那个材料包超级大一个。应该至少有个100公分宽。你是说它可能是绣起来是一幅画，或者是一个毯？对。你小学就对那个有兴趣耶，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哇塞！然后那时候那个材料行的老板娘人还蛮好，就很细心教我说，材料是什么啊？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起针？你要怎么结尾？结果那幅作品我好像只做了不到一半，我就没继续做了，太大，发现太大太难了。对小孩来说，可能还是负担太大了一点。对。然后是后来就一直到高中吧，因为国中课业压力比较重，然后一到高中就是自己买那种外面就是书，那种基础教学刺绣书，然后把那个基础绣法都练好之后，就开始看一些网络上的教学。或是开始去看一些人家绣的图，然后去用基础技法去拆解它，去就是这样怎么讲，真的很有兴趣。对，你同时间也是在学这些东西吗？那时候比较像是兴趣，就是偶尔会玩一下这样子。对，或是平常看到刺绣的东西会稍微多加留意这样。对，没有到特别说每天都很认真去学这样，也是没有啦，就是那时候只是兴趣而已。那你有特别喜欢某一个老师或者是什么作品吗？很多真的吗？例如，像我刚刚去逛书局，刚才去逛书局，看到很多通口于梅子老师的作品。哇，我知道。我发现那个老师真的很厉害。我只要去书局啊，可能10本里面5本都是他的书。我跟你说，我们店有卖哦。他的刺绣真的很漂亮，刺绣图集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加上他的那个设计，是真的就很有味道哦。而且一看就知道是那个老师的作品。他都是花草系列的嘛。对啊，他出了非常多的就是刺绣绘本集。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植物的。你知道青木和子老师吗？青木和子也是，他也是田园系列。你知道我之前有一阵子都去上他的课，他以前也是画画出身的，他从画画开始做刺绣。对，也是植物嘛，对不对？对，也是植物。他是我觉得他比较写实一点。对，他比较写实，比较细一点的花草。对啊，但是像你不是做裁缝出来的嘛，其实你是没有是学广告，所以其实是设计跟画图类的。那像你的商品都是自己车的吗？自己做的吗？这些袋子啊，还有这些小钱包。因为我如果做刺绣啊，它没办法是一个成品就绣，你必须要从布开始，要从零开始，所以变成我务必要从一块布开始，然后缝好，绣好图嘛，然后再自己想办法车缝成包包。一开始是这样，然后后来是觉得说，好像自己从零到有制作也比较有趣，就是可以也跟市场上的商品有一个区隔这样子。对啊，所以那些就是包包的型啊，都是你自己设计过后，然后再把它做成成品，然后在设计上面刺绣的图案这样。对，而且我自己做完我都一定会试用一段时间，我确定这个好用我才拿出去卖。你还要再试用的？对，哇塞！要不然我好像跟客人介绍，我也不好说这个包包很好用哦什么的。那不知道可以装什么？那个零钱包啊，可以给我看一下吗？可以啊。那个可以，你通常试用是装什么？就是像这个的话，你现在帮我们推销给我们 Niki 看看。比如说今天摊位上客人要看这个包，我就拿出我很旧的那个包，然后说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放卡片跟对折钞票都放得下。然后里面的话是有个夹层的，可以让你把钞票跟零钱都分开。然后这里有加个小扣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手机背带嘛？对。如果有时候出门懒得背包包，就粘起来上面。这个还可以再扣在那个扣环上。比如说滴环之类，就钩子之类的，就加一些小细节。我觉得如果他从口袋拿出一个用过旧的，我会很有说服力，很有说服力。那你是不是每天都要背你的拼布背来上班啊？对啊。就说这个我在家里盖了5年。而且如果摆摊，是不是口才也要练啊？我觉得你要很短的时间，然后把这个东西告诉他，所以我才会觉得我只卖我自己很熟悉的品项，我自己有自信的。对，我觉得很有自信的因为我觉得有自信的情况下，我就很自然可以说出这个包包好不好用啊？它平常我都什么时候用啊？然后很耐用啊，它用了好几年，它都没有坏掉。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去逛市集啊，假设是有些现在很流行那个针织的一些发带或什么。
或者是不管啦，然后反正你就去逛，你就对那个东西有兴趣。可是那个老板有一些啦，他就是在那边，然后默默的，就是对对做不好他的意思作品，他可能会，我觉得啊，手做的就是自己做的那种，就是很习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是真的，你就是很。就是你最放松的状态，就是你在做你作品的时候嘛，所以他们就会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在那边勾他的东西，然后看到你可能门这样子对对，盖住他会对你笑，但是我们都希望客人自己看看就好，不要问我们问题。对，他会对你笑，然后你就是看一看，除非你有主动去问他，他才会就是打开他的开关，说哦，我现在需要跟人家介绍我的商品。不然有一些真的是，尤其是市集上面的哦。对，他们就会很沉浸在那个感觉好像还在赶一些作这品这样子。有时候是好，我在做东西，不要跟我讲话，你自己看就好。我是这样啦，所以你也会带作品去现场做，带一些小东西去现场做。哦，对，一方面是让客人知道说这真的是手工做的，对耶，对，因为这一定是手工做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有客人的人分不出来，真的比较分不出来，你要跟他讲解，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在对做，我们知道，但是有的人他真的是分不出来，他就会觉得说，哦，你只是那个包买来，然后在上面这样子刺图案而已，或是有时候甚至真的要拿起来细看才知道说，哦，真的跟机器电绣那些的有一个不一样的，对，就是会长得不一样这样，然后甚至这些配色啊，有一些都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颜色，根本就不可能买到。对，但真的有人不知道啦，真的会有人不知道，所以这时候就还是要跟客人介绍一下自己，放一下作品，真的就简单快速的介绍。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说，哦，我决定要把这个来当做是，就算是你一开始摆摊也好，那其实就是一个你做生意的一个起步嘛。那你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决定说，哦，我想要来用这个来，就是跟大家做交流，顺便赚一点钱这样子？应该说。大学的时候啊，开始就是因为要毕业了嘛，然后就会求职焦虑，然后大家都说不会啦，毕业之后就知道做什么了。然后我一直到毕业之后做第一份工作1年，我还是有点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对，然后那时候第一份工作1年结束之后，那阵子刚好比较常去逛一些手作市集啊，然后或是去上一些手作课程，然后就觉得说，对耶，我这么喜欢手作，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兴趣变成自己的工作？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生活方式，真的每个人都想要这样哎。可是那时候想说，好啦，也就趁自己还算年轻，就是还可以赶快试试看这样子。然后就第1年就家里也支持啊，然后就是去试试看。然后又没想到第一次出摊，第2次出摊，其实客人给的反响都还不错，而且摊友之间就是也都会互相鼓励说，哇，你东西很特别，吃就很漂亮啊之类的。然后就是才没想到说，哦，原来。我之前都没有找到我的同温层嘛，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之前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以前生活周遭真的比较没有，也是喜欢做手作的朋友，我都是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到市集之后才发现，哇，这个世界好大哦！市集真的是一个同温层的，所以你跟 U 也是这样认识的吗？我们好像是有一次在一个桃园的市集叫初心者，对，我们同一天那天都有摆摊，但是我那时候不认识 U 是我姐姐有追踪她的品牌，姐姐也是很厉害耶，是姐姐有追踪，然后我们才就是这样子去认识她，然后刚好我们互相都对对方的作品有兴趣，对，然后才这样子认识的，然后刚好年纪又相仿啊，这样。真的哇，真的是摆市集，其实啊，我觉得走出去，对对对，你就是要走出去，你可以不用跟客人讲话，但是你必须要跟摊友讲话，真的。跟他有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什么心得？我觉得真的，因为大家会有可能会分享一些他的销售方式，或者是说，我觉得甚至是现在的 IG 的经营啊，或什么，其实都可以从很多同样在做手作这件事情的身上，就是学到不同的东西。这样，对啊。因为像我觉得自己做手作，每天都自己一个人在家，有时候其实会做到有点迷茫。我觉得这时候其实还是蛮需要，像是去市集跟客人聊天，跟摊友聊天，或是有一个也是做手作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问个意见啊，或者是说聊一下，最近是不是什么东西好像很流行啊？对对，或是我就做个东西，然后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你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嘛？然后就交流一下这样子。真的还是要找手作人交流，不然一般的朋友是完全无法理解。真的，因为他可能看到的是他不觉得那个东西这是30分钟可以做好吗之类的，他无法想象。对，说到这个，因为其实刺绣这个东西要花的时间比想象中还要长非常多，因为你想想看哦，它是一条线或一个点，那你要把它做成是一个图案，那它有分大小嘛？我们不要说大哦，大概3公分乘3公分，可能就要刺非常久。那这个啊，你要怎么在这个制作的时间上面，你花的心力上面，跟你
的售价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啊？我觉得这好难哦。最开始当然，比如说像你刚刚说一个3×3的图案，不用画的啊，你画一笔可能0.1秒，那我要绣一条可能就需要1秒，10倍的时对间， 10倍的时间。然后最开始当然是想办法提升自己的速度，对。然后我觉得其实手作也是有点需要一个 SOP 啦。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大量生产一个零钱包好了，我不可能是剪一个修一个，剪一个修一个，我一定是大量剪好一批布，然后再一次把同个颜色的图案都绣完，再绣第二个颜色，甚至第二个图案，对，想办法就是加快那个制作的时间，就是因为手作最大就是我觉得最大真的就是时间成本，对，材料成本像我的话就是布跟绣线嘛，还其实我觉得不算跟其他像什么饰品类比起来，可能应该算低很多很多了。对。但是我们时间成本真是人家的包几倍以上，因为绣线本来就很便宜，但是重点是对，时间其实大家我跟你说，真的是时间材料我们不要。材料真的不贵，可是那个时间吼，像你一条绣线要用完，你知道绣多少东西？没错，对。而且如果你把6股又拆成1股跟3股的时候，它的量又变成 double。我好想要去参观他绣线的那个工作室，就是那个工作包，就像你绣线怎么收纳，我们以后要做一个工作包开箱的一个。我也很喜欢看人家，就是但不可以先整理哦。那可能我就再看看要不要给你们采访。我觉得大家的桌子应该都没有那么整齐吧，至少我的很乱啦。我就只有一块是有看到桌面，大概这样。就是对，真的那一小块可能10×10这样。然后我剪完都会丢地上，就最后晚上一起扫。我就对，垃圾直接丢地上。对，就是你的手手工作室，手做事的名称。这个蛮多人问我的，然后因为很好奇，我叫手做事，然后就很多人以为我叫做手做事，就是手做事，就是双手做事的意思。对，因为我当初在想自己的品牌名的时候，想说是不是应该想个跟刺绣有关的名称，可是我又怕说万一我刺绣有一天之后没有做怎么办？那我品牌名是不是就不能用了？然后我说那还是想个通用一点好了。我说毕竟各种手作类型我也都喜欢，你也都有可能会有再增加新的东西。对，因为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东西嘛，然后就想说那就取一个双手做事为主题的品牌名称好了。然后想说叠字好像蛮好记，双手嘛就手，然后做事情。我跟你说，对不起，我昨天眼馋，我在看的时候，他名字好特别哦，叫毛毛做事，真的蛮多人叫我毛毛做事，你眼睛要去看。不是，我跟你说，因为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觉得它是毛毛。有时候那个客人从摊位前经过，就说你看他是毛毛做事，然后就走了。我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我就好吧，就是因为它的东西又是绣线，其实你要说它跟毛有关系，也是说得过去。然后其实它又有在做一些就是宠物的东西，你就会下意识觉得它是毛毛做事。我们不要再讲了，这样大家会误会。手做要改名了吗？而且我发现它的东西都是毛所以你就会觉得是毛毛做事。对，它全部都是猫，为什么？对，因为我自己养猫，我很喜欢猫，我是猫奴。对，你家里有几只猫啊？其实我现在没有我自己养的猫啊，真的？对，去年的时候我养了16年的猫，刚好去当小天使了。吓我一跳，我以为去年的时候我养了16只。没有，16只那有点夸张。所以猫可以到16岁，时间很久，16年算是很健康的状态。16算是蛮平均的年龄，15、16差不多。对但是我就还是很喜欢猫啦。然后现在是有在当中途这样子。所以你没有打算再接一只回家吗？觉得当中途好像也不错啦。就是可以跟很多猫这样子，但是中途最后他们离开也是会难过但是想到他们可以去更好的地方，然后我又可以帮更多的猫找到新的家，我觉得也不错。而且2-3个月换一只猫，我可能可以养很多乐趣，这样我可能可以养不止16只猫。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品牌我就是以猫为主，猫跟植物为设计灵感去制作我的作品，这样子。对，那我看你就是其实是。现在好像停止了，但是有在接客制是吗？其实是有在接客制的。对，其实客制一直都有接，只是可能每个月接的量不一定。对，因为像平常还要出摊嘛，出摊的那个时间可能都在补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埋头苦做，然后不跟客人聊天。对，他心里想说还缺3个，不行，我今天要缝完这个，我才可以收摊回家这样。而且因为客制像宠物客制，毕竟主人就是一定会希望说细节可以做到最好，也是要花不少时间去讨论。你有没有接过那种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很特别的客制商品，比较或者图案之类的？其实蛮多的就是应该是大概去年的时候，有
有一个人私讯我，然后就传了几张猫咪的照片给我说，他想要定制这2只猫咪的布包。对，然后那2张照片非常非常的模糊，有的甚至是从那个 IG 上面截图下来，结果秀出来是，怎么有一个马赛克的感觉？没有，我就是100%反真你的，就是还原你的照片这样。然后我说第一直觉是这个人怎么不给我清楚一点照片？但后来想一下说这只他传2只猫，他说这2只猫应该不在，可能不在，就是以前的照片。对，然后后来我就没有多问，我就想办法用自己的猫咪知识那个做出那2只模糊的猫。现在 AI 有没有办法，就是把它就是清晰化？有可能哦，我就收到了。他后来做好之后，那个客人有跟我说，这个是要送给他朋友的，他朋友的这2只猫就是我不确定过世多久，反正就是已经也是不在，所以蛮久了这样。对，他们是一群朋友一起合资要送给他们朋友的，对，然后后来就东西就送出去了嘛，但是因为毕竟收到的那个当事人跟我没有联系，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说他反馈是怎么样。如果收到，会超级感动对啊，所以那是你第一个接的客制商品吗？没有，不是，也是大概去年的时候，但是这是近期我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作品。对，然后是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那位帮他定制的朋友又来问我，又要叫你做，他们想要再定，对，哇，对，但是后来就是讨论，就后来就没有后续啦。然后结果后来又过了一阵子呢，大概就上个月的时候啦，那个猫咪的主人本人来找我定制。所以他可能透过他的朋友，然后想说，我是在跟这个人订的这样。他想要再订一次当初那个包包一模一样。那还要一模一样的那只猫的照片吗？就那2只猫，该不会同一张照片吧？他就一模一样，有比较清晰一点的照片。因为我的那个宠物刺绣的流程是对方给我照片嘛，然后跟我说他想要做成什么东西，比如说绣在布包上啦，或者是绣在零钱包啊，或者做成小吊饰啊什么的。然后我会依照他给我照片，稍微画一个草图。对，我不是直接看照片画，我会稍微画一个草图这样子，因为我的画风也不是说非常写实那种，稍微有点 Q 版的，所以你还会要先给他看过你的草图，他觉得 OK 了，对，你才会开始帮他做这样。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他要复制第2个，就是一模一样那个，我就跟他说OK， 看那个草图什么用，还在那个绣线用的颜色，我都刚好有记起来。对，我就是每次做订单，我都觉得这些东西要记起来，这个主人可能会再来订第2次的想法。这个心态好像很重要。对，不然你到时候配不到一模一样的颜色。对啊，然后所以我就也不可能叫他把那个包包再寄过来，好像没有那么方便。对，反正那时候刚好就有记下来，然后我就一样就帮他做了第2个，然后他收到之后，那个主人其实也没特别说什么，但他就有特别跟我说他很喜欢。然后他有可能又是用旧了之后，或者怎么样，他想要舍不得用，有没有？对，做一个可以用的，一个就是摆在那边放在家里。对，然后就是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不是怎么讲，你收到礼物，但是你自己愿意再花时间、花心力、花钱来找我定制。对，然后他想要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就觉得被肯定的感觉，自己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为了这些人，你就觉得还要再坚持下去。对，所以后来我看到比较模糊的照片，我就不太会去细问说你有没有跟清楚的照片，因为我就大概知道说那个他应该无法取猫咪或狗狗可能已经去当小天使了。对，所以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那你有就是接猫以外的图案吗？就是蜥蜴啊，或者是猫头鹰啊之类，就有一些我有个朋友有就是养，你说有养蜥蜴特殊的宠物这样子。曾经有人问过可不可以定企鹅，然后真的有做过最特别的动物应该是无尾熊吧？无尾熊是特别的动物，对，完蛋了，他眼睛在发亮。你那色号有留着吗？他等下就会私下跟你联络。对，那个是一个香港客人，他真的对，那香港客人蛮好笑的。他找我的时候就说很急着要，半个月内可以拿到吗？还是1个月内可以拿到吗？忘记了。然后我一开始跟他说，因为手工真的蛮花时间，所以我们一般不接急单的。然后他跟我说，他最原本是也是要订来送朋友的。就被诈骗了，钱出去的东西没有来，所以他已经跟别人订过，但是对，所以变成他现在很紧急需要，好可怜的故事，然后可是又需要定制，然后叫他自己刺，反正他就找到我，然后后来也是就觉得好像他蛮可怜的，帮他一下好了，然后又是觉得自己也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订单，无尾熊没有做过，然后就帮他做了这样子。
然后他收到也是蛮喜欢的。他后来甚至还有跟我说：“我可以跟你买那个设计草图嘛？我想要拿去印一些小吊饰再送给那个朋友之类的。”所以你真的有给他你的设计草图？后来没有啦，对，因为我我想说的，我跟他说，他说可以跟我买，我说也不是钱问题，是因为那个草图我自己觉得画的不是那么的细致，我觉得不好意思让你花钱跟我买，然后让你去做成商品。对，他就好吧，对，就包包留着就好了。所以其实他如果念过商品设计广告，其实对这些都有帮助我觉得还是有。对，而且其实做这种东西，你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定的绘图能力跟配色的技巧，因为有些你配出来颜色可能。没有办法跟真实的东西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奇怪这样。对。但可以说我算是配色不太在行的人，我不太擅长配色。不会啊，我觉得你的东西都很可爱。但是我以自然物不需要我配色啊，我照着他们做就好了，呈现它原本的颜色这样。所以像绿色系，我觉得绿色系就叶子啊、花草啊，就其实你颜色选的柔和一点，总配。这个是用什么做的？这个是日本的手染纱线。它就是一条上面有很多东西的那种，对，很有造型的线，然后去把它编织在发夹上面。然后我编织完之后，再另外加就是玻璃珠。这珠是你加的？对，再另外绣上去。所以你连串珠都有稍微有点，就是最近新叠的手作坑。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它这个发带哦，而且它这是鲜染布对啊，这一边对，所以正反面看起来都一样。鲜染布的，然后它另外一边这种布也是有这个刺绣的成分在里面的，超美的。刚才罗莎有戴，我跟你说，我真的很喜欢。好啦，现在在耳机上就看不出来了。我们等一下就是拍一下形象照，然后它旁边就是有绣这个猫咪的图案。这个有适合我吗？我觉得可以，可以哦。对，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很好看。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它的 IG 看一下，里面有非常多的商品，因为它的商品真的种类多到我想说，哇，这全部都要自己手工来耶，就是真的是从零开始。对啊，而且他说这些缝纫技巧又是他后来自己学的，他也不是在学校上课，真的好令人感动哦。其实平常刚开始摆摊，蛮多人会问我的，不是商品的问题，是我也想要学刺绣，我可以怎么学？其实蛮多人会想要自己做的。然后我也是跟他们讲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先买一本，随便一本都好，刺绣的基本书，把它的几组技法全部练熟，然后再开始去看网络上的，比如说我去网络上找一个我觉得很漂亮的刺绣图案，然后尝试去复制。对，因为你看像学画画，其实是从临摹开始，我觉得刺绣也是一样的。只是你就是可能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个绣线的材料啊，然后基础技法，其实后面我觉得就慢慢学，其实耐心做很多东西，对，还有耐心。有些人真的很想学，然后学到一半就说对，他可能就是绣完外面这个框，或者是学了2个技巧之后，他就发现天哪，好花时间哦。然后如果这样子的朋友，就直接跟手买就好了。对，我会说，如果你不需要自己，就跟我买吧。对，真的，我真的跟大家说你花的那个时间啊，然后甚至你去买那些材料花的时间，你选色花的时间，真的是不如去买一个真的哦，除非你很沉浸在那个过程，对，除非你真的这个小花也好很可爱。你有看到那个吗？那个菜也很可爱耶。对啊，我刚刚一直在看它这个花椰菜，好喜欢哦。蔬菜这个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技法去做。有没有？它是一粒一粒的，然后下面这个葱的这个葱尾，对，虚做立体的。对，而且它这个这么小，其实小东西有时候反而更难去操作。我们学生啊，有人就是我们作品有刺绣，然后他就是不使用它，然后拿保鲜膜包起来，然后陈列在家里。我觉得有点，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刺绣很脆弱。对，但其实，所以我才会怕勾到，怕什么这样？对，所以我自己平常摊位上介绍，我都不会拿新品，我都是拿我用过的。让他们知道说它其实很耐用，而且可以洗，甚至我有些作品设计的是可以直接丢洗衣机洗的，材料用得好，它真的很耐洗。因为像我自己很懒啦，我也什么有的要什么干洗、温柔水洗，我觉得好麻烦，我都做成就是直接丢洗衣机洗，可能顶多放在洗衣袋里面。而且其实像这种日本布，其实它都不会掉色，它完全不会掉色。而且鲜染布又不会，不容易掉色。鲜染布配得很好看哦。工商时间，圣诞小玩偶来喽！不挑款材料包，复原寸子型全彩图解教学，给自己一个疗愈的手作时间，跟可爱的小玩偶一起度过温暖的圣诞时光吧。
很多手作人都是从摆市集这件事情开始的嘛，然后我觉得就是竞争应该非常激烈吧，就是因为他们摊位有限嘛，那大部分应该都是你要去报名，然后就是写自己的，比如说我可能卖的是什么东西，然后让他们比较大一点的市集，他会做一些甄选嘛。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自己的东西或是你的商品非常独特，让人家可以有入选的机会比较高？哦，其实大家好像会觉得好像报名会要写很多什么设计理念啊，什么品牌的创始初衷什么的，其实不用那么复杂。你的作品，你就放你很有自信的作品上去，你作品够好够漂亮就会上了。这是自信100%的会说出来的话。真的吗？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你的文字叙述的再强再厉害，可是你作品如果就算你作品再好，可是可能没有特色啊，或是太一般，不符合这个市集的风格，那你可能就是也比较不好入选。这样讲会太直接，没关系，没关系。对，真的。对啊，但我必须说，因为做刺绣的偏比较少啦，还是，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得杀出一条自己比较独特的风格，对，就是还是要做出就是不一样的路啦。你到现在还有在摆，对不对？现在是比较固定的，现在算比较固定，只是暑假刚好休息。像我第一年开始摆的时候，比较不会挑市集的。所以有误闯别的世界就对了。有在不适合摆市集的季节出去，例如说，有一年就第一年的时候，那时候10月风最大的时候，但因为我很少出门嘛，我完全不知道10月风很大这件事。那也太少出门了吧？然后我那时候去了一个在不要讲哪里好了，反正它是一个很空旷的露营区，对，然后他就摆那种阿里山帐篷。就是帆布是阿里山，就是一个正方形，然后一个屋顶，然后帆布那一种摊位就对了。然后因为板上就是给你一个帐篷嘛，然后一个折叠桌，然后可能那种红色塑胶椅2个，然后那天呢风大到我那天去上厕所，我就离开，我还说我塑胶椅不见了，然后那个桌面上东西全部啪啪啪掉在地上。天哪，这东西掉到地上就完了哎。对，然后那时候比较衰，就是有一个是木口金包。那个木头直接坏掉了，风把木口金包都直接啪这样掉下去，然后地上又是柏油路，然后后来就想说应该不会再更可怕了吧？就过了一阵子，那个风越来越大，然后我的帐篷直接破掉，太夸张，然后我吓死了，然后我就赶快把东西都收起来，然后可是因为不能离开啊，因为他们那个参加活动都会规定你说，比如说我们5点你一定要摆到几点这样？对，可是我那个东西放出来真的会飞不见，我就收，然后离那个帐篷很远，然后就等那个市集结束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11月的时候要选一下场地，不要选太户外的，对，可能要选都市一点的地方，要选那个有可能建筑物中间，对，所以初期是比较多遇到是跟季节有关的，主办倒是还好，自己参加前就是可能稍微去看一下主办单位的他们之前办的市集是什么样子，看一下照片啊，然后什么活动影片啊，然后甚至是有没有办法问到一些摊友有没有参加的经验，就可以筛选掉一些可能比较没那么适合自己的市集。对啊，那我们就是给一些如果想要刚开始摆摊摆市集的一些经验分享哦。就是第一，我觉得你要先看看你的商品会不会飞走，对，抗风这件事很重要。对，会不会飞走？然后你是不是要把它装在盒子里面？有一些方法是你可能用木盒，然后或者是玻璃的盒子，让它有一个重量嘛，这也是一个方法。然后当一个展示柜，我可以说真的，东西就是会飞走。因为像布包可能还好，还不一定会飞走。对，如果你是耳环之类的，对啊，就是整个就是对啊，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然后再来就是季节，不止风哦，如果有时候太热啊，还有大雨。对，像我当初也是第一年刚出来摆的时候，我以为夏天好像应该是有旺季吗？就没有，因为太热了。细想，夏天这么热，你会站在外面逛街吗？不会，你只会去百货公司。对，所以夏天就是乖乖休息，真的就是敢做，珍惜自己的生命。因为有时候因为像我去年开始就是夏天休息，然后就是可能假日你悟出了一个道理，对，然后夏天可能就刷那个现实动态啊，看大家摊友还是有些人就是很勤劳，就还是出去摆，他们一定都是中暑回家。
很辛对啊，因为苦。一整天。对啊，然后可能布包类、晒太阳那什么都还好。假如你今天是卖蜡烛，你是卖香氛、精油，就直接融化还是卖吃的，我吃的也不行。对，都不，这个真的会很非常的凄惨。我每次去逛，我想说看到一些卖吃的，我想说天哪，好辛苦哦！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是做吃的嘛，说这个大太阳底下然后，棒蛋糕的，然后又没有冷气，然后东可能半小时西就烤酥了。对，然后东西可能又会有融化的风险啊，或什么。对啊，那有那种室对啊内的吗？市集？也是有，但是真的比较比较少因为户外的人潮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还是而且腹地会比较喜广泛嘛，因为它可能就把这个区域封起来，说整条路它都可以摆摊。欢对啊，而且户外还是过路客会比较多。因为其实市集蛮多客人他不是特地来逛的，他说很经刚好路这样过，对然后跑步啊，跑一跑，很多哦。很多哦。因为有的大学也会办那种校园市集，然后校园内就很多会有那种校园人士进去运动嘛，然后有时候你就看到一个人穿着运动服跑一跑就，那你在卖什么？对，然后手机拿出来配结账，或是说你等我一下，我回家拿钱包，哦，他只是刚好什么都没有带就出门路过了，这样。就莫名其妙出来运动被烧到，就带了一个包包回家，或者带一个耳原环。本想说没有带钱就不会花钱，就最后还是回家拿。我只是出来运动，怎么怎么就买了一个包回对家这样？那也是蛮特别这种客的。人蛮多的？那你现在就是你说你在台北有一家寄卖的店吗？对目前是只有那一家吗？对，那你是怎么样找到这个寄卖的店的啊？其实现在这个合作的寄卖店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去年应该去年12月底的时候，他来询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在他们店里面就是贩售我的商品？但是他本来是你的客人吗？还是没有？其实我不太确定应该是那个老板娘她自己本身就来逛市集，所以我在想，应该是可能某一天她有看到我的 IG 吗？还是她有逛到我的摊，真的有逛我摊位？我不太确定。反正就是她本人是认识我的，所以才直接透过 IG 询问我说：“我们觉得你的作品蛮特别、蛮可爱的，就是有没有兴趣在我们店里面卖这样子？”所以是他自己来找你的。对，但刚好在那之前，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其实有想过说，是不是可以找一些寄卖店来合作？然后那时候就大概找了几个可能规模比较大的寄卖店，但是大部分规模比较大的寄卖店啊，说真的，他们的租金蛮高的。所以你有先去接触过，主动出击过了，这样。对，他们就租金高，然后可能要抽成。你不用小声没有关系啊，越越讲越小声。我跟你说，但是我们这个收音很好，就算你很小声，还是很清楚哦。我只能说是不适合我，因为我不是那种非常量产，我没有办法很量产、很快速量产我的作品，所以这种租金高、成本高的，我觉得好像就没那么适合我。然后后来呢，我有一次好像去一个咖啡厅，发现咖啡厅其实有些咖啡厅他们也会寄卖一些商品。对，然后想说，桃园其实蛮多那种宠物友善咖啡厅的，我好像也不用一定要很自私的去找，那种就是很规模的寄卖店，好像找咖啡厅也不错。然后可是就是也是询问几轮，因为毕竟他们咖啡厅他们可能也对寄卖这块没什么经验。对，所以就是讨论没有就是也没有后续继续合作的机会，就也蛮可惜的啦。对啊，然后后来就问，然后寄卖那种就是正式的寄卖店，我觉得好像不适合我，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店的陈列都比较自私。对啊，对，不过你所谓正式的寄卖店是什么意思啊？比较有名的应该就是爱手创。它里面就是结合着很多对很多人的小品牌在里面放着卖这样。但我不说它不好啦，但就是它是因为我去逛过，它就是一个一个架子嘛，它就比较租一个架子给你，对，然后我觉得也没有不好，但我当时就觉得好像哪里差了一点，然后反正当时就搁着，就没有继续想说算了，就先不要那么积极的找寄卖店这件事，就还是好好做好自己的商品跟顾好自己的事迹，对，然后就后来就很幸运，就是有人遇到主动来找你这样。朝北向阳的板娘就来询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寄卖？然后自己也实际去他们店里面看，他们店就是布置得很漂亮，它就比较不像寄卖，它就像选品店。它店里面很漂亮。所以他那一家店是在卖什么的啊？它就是文创选品店，就是聚集了各种像我这样子的手作所以那些东西可能都是他找来的，然后对，很多都是他自己去市集就是物色来的然后各个就开始跟人家职人。谈这样。我们店是不是可以去聘你就是一个区块？对，你应该弄一个 corner 出来，但就是做这我们店的件事情。 corner 在我们店没有 corner，我们店就是一个巨大的仓库。对不起，那东西很多了，巨大的仓库。所以你这样
个礼拜或者什么要去换商品吗？还是要去摆？对啊，你要怎么去更新那个频率啊？也没有到每个礼拜，大概1个月啦，1个月至少会去一次。然后就把东西摆一摆这样子。平常整理东西他们都会，店里面的板娘跟他们小帮手都会帮忙处理。对，他们其实，所以你等于说他们可能抽屉放了一些件货，然后他们只要卖一个就会摆回去，摆上去吗？还是就让它这样子越来越少？我那时候有问我是说大家都有放库存在店里嘛？就大家都大部分都就是走台面上的一个。因为可能大家跟我一样手做，可能我做这个就只有这一个，卖完就也没了，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卖完再补。所以变成我可能1个月去，然后他可能跟你讲说啊，这个包卖完了，这样，然后你就赶快做。对，说最近那个包包卖很好，然后赶快再补，就赶快补，然后再上去再去寄卖店这样子。我觉得那蛮幸运的，因为如果是他主动来找你，他是一个选品店的话，其实他是会帮你介绍商品的。对，像他们蛮用心，真的是蛮用心的。因为如果你像你说，如果你去租一个位置的那种比较制式化那种，他可能不会，对他不会有特别的人，就是跟你介绍这个东西的，就是仔细的推销这个东西，这样。他们就可能是纯结账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纯结账这样子没有不好啦。但是我那时候觉得这样很正常，我也觉得这样是很正常的。客人自己看喜欢好结账啊，顶多问个价钱这样子。对，因为像我自己就会觉得，如果我要把东西给别人卖，我会很担心说，他会帮我介绍吗？我的东西的好，他有了解吗？我觉得是我们对东西自己东西很坚持的时候，就会有这种不敢假手他人。真的，而且因为像我刺绣，我就比较需要介绍的是说，跟客人说这是手工刺绣。对，因为有时候不讲，客人可能比较不懂，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刺绣的包或电绣，可能以为是电绣或是会吗？会，真的会。我跟你说，他们分不出来，他们真的分不出来。对，因为其实电绣那些，我们也知道那个线那个粗细，其实一看我们就知道了。然后还有那个线跑的位置，当然电绣也是有很漂亮的图啦，也是很漂亮的图。电绣我觉得可能看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风格。对，它就是一看出来就是觉得是电绣这样。对，好了，这个可能我们要看多了才会知道，所以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练习。对，所以这就是需要人家去介绍的。我就会觉得要去寄卖，其实自己也会很紧张，在想说我的商品有没有被好好的对待什么。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蛮幸运，觉得草北他们就会很用心的帮我们介绍商品，然后甚至就是有点像客人的好朋友一样啊，你戴这个颜色比较好看，然后帮他介绍这样子。他不是那种很自私的，就是今天帮你介绍这一条，这条卖的很好哦，这就算不错了。这个颜色最多人买，然后就看然后就对，就溜走这样。他是真的就是像朋友一样，就是说帮你挑，你喜欢哪个戒指？这个适合你啊，这个颜色好看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格比较搭你的衣服啊之类的。他们是真的很用心去了解你的每个商品，然后去做介绍。哇！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我今年我觉得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得到草北向阳的邀请去寄卖。那你现在还会再继续找别家？你想要再多一些点来做寄卖吗？当然，如果有适合的点的话，也是不排斥啊。就是也是要看那个，因为每家店的合作方式一定不一样啦。因为像草北向阳，他们其实也是有一些比较中南部的品牌的职人，他们也是用寄到店里面的方式，然后请那个店里面的板娘他们去帮忙做陈列，就是也是 OK 的。所以你一天可以做大概多少样作品？要看东西耶。小东西呢？小东西的话，你比如说像小别针，一天一定至少要做个4-5个吧。天哪！就是也是稍微算一下时薪，因为最笨的方法就是有点用时薪去算。比如说现在一天基本时薪多少？180几块的，180几块。那我就算我1个小时内一定要产出至少高于200块价值的商品。对，比较笨的方法是这样算啦。我觉得爸妈支持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啊，因为通常有时候爸妈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会觉得说你这样哪有办法过生活啊？就是走路就当兴趣就好了，对，无法前进。这些是他们比较不了解的行业，应该这样讲。他们应该不了解这种手作都不太了解。对啊，他会觉得好像是在玩。可能会这样觉得，比较不像是一个去外面上班对，固定领薪水，然后每天朝9晚5。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们那个时候的
就是年代在改变啦，对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可能靠这种手作赚钱的没有这么多，对不像现在的人就是非常喜欢那种独特性，有没有？我就是想要只有我有的东西。因为每天关在房间那种心情不知道在干嘛，可能家人也看不懂他。想说，那让我对啊出去探集啊，然后可能整个桌面就是一直都是那个东西，一直在那里这样。没有他们可能也看不懂，就觉得永远都是一团线跟就是一堆布在那边，对啊，对对洗在冲啥？对啊，阿是还好，爸爸虽然不懂，但他就蛮支持我的。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对啊，然后像有时候可能去摆一些活动，他会开车载我去。摆摊的东西啊，永远都是布置的道具比你的商品还要多，至少1到2倍。对，哎，我以前认识就是摆摊的人，他是卖思康的，他要自己订那个桌子跟柜子，哎，就是木头做的。然后他还要整个就放在他车子里面，然后这样整个带去，他才有办法展示出他想要的样子。因为市集就是给你一张桌子，因为你不可能放在那折叠桌，直接放在那上面。对，它看起来就会是一个会议桌的样子。对，一定至少要一块布嘛。对，最起码要设计你的标在那印在布上，画个铁，要不要去印在布上，盖在那个桌子上。对啊，然后桌子要有点层次，就要放个木架，高高低低的，对。放个木架，好像再放一盆草比较漂亮。我以前有摆过摊的，大概1、2次吧，就是那种好玩的。那很久以前了。然后我就是卖一些手作包啊，然后还有橡皮章。我跟你说，那东西真的是好难赚哦。对，而且我有摆过那时候的手作包是手缝的，我那时候还没有用机器，而且是一个大托特包。我光缝那个托特包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然后我上面用一些就是不织布做图案这样。那你那个包可以借我们看一下吗？那个包好像还在吗？不知道去哪里了，卖掉了吗？赶快找一下好。像卖掉了。那很好啊。但是就是现在如果有当初买的朋友看到这一篇，请跟我们联络。那个包包现在增值了。然后还有就是橡皮章也是，它是一个很难赚钱的东西，因为手刻的吗？手刻的，因为它其实也很花时间，但是大家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印章而已。还会觉得说，我去书局就有10块钱就可以买到。对，然后有很多为什么要很可爱的图案啊对啊什么的，所以就是摆那么一次，然后后来我就放弃这件事情，这么快速。直接改走别条路，真的是太辛苦了。这样，不过那时候市集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对，而且现在好像听说很多事情很难报名，对不对？有一些是真的比较严格一点，对对还有的是他们比较挑，他们会挑风格啦，因为每个市集他们还是有一点自己的喜好，像有的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编织类，有的喜欢那种布包类，对，都有，有的可能特别喜欢饰品类，就饰品会多一点。他有来我们教室帮我们上过一堂手作课是一座小森林的这个手作课，我觉得他自己做啊，跟教别人完全是两回事哎。你是如何开始就是做这个手作课程的啊？一部分是那时候很多市集客人，他们是想要问说怎么做，你有在教课吗？但因为当时我觉得我虽然会做，但我真的没有教人的经验。我很怕我教不好。对啊，因为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样就好了。可是你要怎么样解释让那个初学者听得懂？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说的会教跟会做是两回事。对啊，是两回事。对，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主动、很积极的去开手作课这件事。是后来有一个我品牌刚创立没多久的粉丝，他刚好在成品上班。他们那时候做一个比较新的是书店跟咖啡厅还有日常生活用品店的结合，然后都是开那种社区，对，有点像生活概念店这样子。他们就说他们那个店啊，想要找一些手作老师去开手作课程，然后会有那个可能想要找附近的居民可以来上课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邀请我去，然后我也是被邀请才想说，好吧，人家要邀请了，那好像可以试试看成品耶。对啊，然后就觉得条件也还不错，然后而且邀请我的又是我自己认识的人，我也觉得比较安心一点，然后就去了。然后那时候去了大概教了2次吧，其实反响也还不错。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教人压力真的有点大，不是我的专长。然后我还是不太确定说，甚至上次在手作森林教，我还是不太确定说我这样教真的 OK 吗？我有点自我怀疑。对，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做教学的话，对啊，你真的会很怀疑，想说这样到底人家。到底他回家是开心的吗？对，我就只能很尽力的让大家在课堂上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可以至少带一个漂亮的作品带回家。对。所以后来就是我比较没有主动去开手作课，就是可能人家邀我，我就会好有机会的话就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手作森林的时候找我来，我也是想说好啦，刚好
有机会又认识的，好像可以来安一下。心一点，想说就算客人好像没有听懂也没有关系，这样也没有啦，要听懂啦。没有，因为我觉得教学就是要一直不断的教到一个程度，对啊就是教到可能一个量才会有。就例如说，对他到这时候，他每次都会错哪个地方？对就是要到就是教一个程度的人，其实在教的同时也在学要怎么教别人，真的需要这个一些是真的是时需要间经验的。学习怎么教人也是要学的。对，而且你必须要一直修改自己的做法。对，对，我们不能用就是一开始很专业的或者角度是有时候你去教会觉得这里到这里他已经知道了，就发现很多人这里到这都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要稍微以后就要先提醒。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每个人的程度不同，你看像假如说一堂课8个人好了，8个人可能都卡在不同地方，有的人可能是穿针穿线就已经不行了，对，有的人是怎么下针不会，有的人是一下针就会一直戳到自己的手，对，然后你要怎么在有限的时间内靠一个人去解决可能4、5个学生不同的问题，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学习的。真的耶。对这个品牌接下来的目标有什么样的规划吗？有想过梦想是可以开一个自己的工作室啊，就可能做一个小小的，不用到你们店这么大这么漂亮，小小的就好了。我们店是仓库啦，对，就是也是蛮梦想有一家小小的工作室啊，也不用在市区那种，就是可能郊区一点的地方。不行啊，这样有人会去吗？我跟你说，就不要有人来，就不要有人来。你不能活在太梦幻的世界里。但是我跟你说大家知道我有实体店就好了。没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像我们当初店也是觉得应该要开在市中心啊或什么，但后来觉得其实开在像我们这其实不算市中心，其实要找你的人他就会来，对，所以在哪里，但是也不能太郊区，什么海边啊，至少要大众交通可以到的地方。我就让大家知道你在这个地方就好了。然后你有一家实体店，对，就是随时到那里就可以堵到你的那种感觉。对啦，对。我当初大概4、5年前开始做我自己的手作品牌，我是希望30岁可以有一个一定的成就吗？至少可以稳定的养活自己，然后甚至像达成我刚刚说，可能有办法到做一个工作室出来，这样子算是我现在的一个小小目标。我不敢定太大啦，我觉得能稳定的靠手作维持生活下去就已经很好了。这已经是我当初没有想过的事情，没有想过可以靠兴趣养活自己。但是你有想过要量产吗？你说找可能工厂之类的吗？对啊，当然也不是没想过，可是最后纵观下来，觉得还是想坚持自己做。对啊，品质啊，然后因为那个是另外一条路，可能未来我经验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我的那个知识足够，就是传授给各个学生了。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线上课程。对，线上课程好像也是最近现在正夯，大家一个不用出门的方法。线上课程、线下课程还有材料包，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做法。对，我觉得如果你既然可以自己画图的话，其实自己出材料包也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方式。对啊，如果你刚刚说我有没有考虑要量产作品，那我应该会量产我的教学作品，对，材料包可能比较实际。对，然后配合一些影片。对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我就会想买。或者是考虑跟我们联名做一个材料包。好啦，这个我们私下谈。这个就先消音一下，等下播再。对，我们等下下播再好好的谈一下。对啊，不会是那个摩卡壶，因为他一直很想要刺绣摩卡壶，我不知道为什么。摩卡壶是一个手冲，对，黑色银色的那个意式手冲壶这样。他可能会想跟你定制啦。好特别，怎么想定手冲壶？你不要看不起摩卡壶，我没有看不起，我们家有买我有买，是，那你就不能怪我想要做一个摩卡壶。但是就是什么喜欢咖啡跟手作的人结合在一起，就会很喜欢那个东西啊，好不好？好，我们待会私下聊。对啊，私下聊，这就是刺绣刻字存在的意义，没错，做一些大家脑中天马行空的想法。对，但是自己的手做不出来的东西，然后市面上买不到的，可能要手做3只、4只手。对，没有你以后啊，如果假设你请了一个员工啊，你就在手上面画一个2嘛，就是平方。第2版就是你知道2.0，就是一个2，有4只手现在在做事的这样。如果真的请员工，我应该会请他帮我负责跟客人沟通这个部分。我就待在工作室里面做我的东西就好了。因为你可能沟通中间真的花很多时间了。对啊，我刚才以为他已经要结束了，就是最难的问题，今天最难的问题对，就是刺绣对你来说代表着什么？
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很难。你想一个礼拜，可能回家冥想一个礼拜也没有啦，因为前天才收到访纲。但简单的说的话，就是虽然刺绣现在是我的工作，可是因为手作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疗愈我自己身心的一个兴趣，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疗愈自己，做一个很快乐的事情，用一个很快乐的方式让自己活着。真的。对啊，简单讲就是这样，我也讲不出什么太深奥的大道理。没有，可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哎，你知道吗？其实在这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他都是笑着在讲话的哎。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就是眼睛闪闪发亮。对，这些事、这些经验，然后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能快乐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什么都重要。对啊，对啦，我们尼基又要哭了，哇，还没快乐，再2句就不行了。对，再多2句感动他的话，他就要落泪了。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喜欢的事情当工作真的是很不错，但是中间你就会遇到很多困难，当然可能会困难到你会想要放弃，但是那时候就是一直在拉扯。对，就是就是很辛苦，但是也很不错的。我觉得会有拉扯是很正常的。对啊，因为你太喜欢了，所以还会拉扯。如果没有那么喜欢，可能就放弃了。像我一样，就是摆了一天就放弃这样。对，就是坚持啦。真的喜欢的话，就是想办法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做下去。真的，我以前很认真缝的时候，我甚至连晚上都会梦到我在缝东西。对，就是已经到那种可能已经天人合一。这样子你睡觉没有休息到对，还在赶作品，连睡觉都在工作，这样好像有点太辛苦哦。好了，那我们就好来，我就接着刚才的，今天是很谢谢这个手做事来接受我们的访谈，那也让大家多了解一下他的品牌。我觉得他的商品我真的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哦，所以如果你有喜欢刺绣或手作的人呢，都欢迎去他的 IG 上面看一下他的作品，然后去市集跟他聊聊天，或者是说如果你有什么定制的商品，也可以跟他聊聊。那他们资讯呢，我们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喽。还有啊，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或者是 YouTube 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并且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拜拜。